嗨，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是我在2020年发的第一支视频，所以在这支视频里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开开心心。然后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19年中一整年用下来的最喜欢的一些爱用品。那么第一大类呢，是属于这种卸妆类的产品。那么我在2019年当中用下来，我觉得最好用的眼卸呢，就是噔噔这一瓶理肤泉。其实我在11月的那个爱用品的视频里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嘛。我当时和大家讲我喜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和我之前最喜欢的这一瓶香奈儿的眼唇卸妆液的整体的使用感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属于卸的又快又干净又温和的产品。但是呢，理肤泉的价格是香奈儿的这一瓶的一半，那我肯定就选理肤泉。但是在录那支视频的时候呢，我手头上并没有这一瓶香奈儿的眼唇卸妆液，所以没有办法和大家录一个对比的视频。那么我也没有同时去用过这两款产品来进行一个对比，我就有一点点的担心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就有一种口说无凭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呢，正好我又买了一瓶，那么我就可以跟大家录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对比吧。然后我现在把两种眼唇卸妆液都已经倒在了不同的化妆棉上面。现在的屏幕的左边是理肤泉的眼唇卸妆液，然后右边是香奈儿。然后最后把它拿下来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自己肉眼看下来是觉得理肤泉的那一边卸的眼妆要稍微多一点点的，但是其实两边都卸得很干净。然后好了，这就是我在2019年用到的最喜欢的眼卸。然后接下来呢，直接开始进入卸妆水，就是这一瓶贝德玛。其实已经不是我在2019年用到的了，我已经用了它好多年。我喜欢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用下来完全不刺激，而且卸得很快，也没有那种多余的味道。因为我不太喜欢护肤的产品里面有太多的那种香精的味道。那么我就不多说它了，因为大家应该都有用过嘛，真的是非常好用，然后口碑很好的一个产品。那么我在配合这种卸妆水的时候，我会用的卸妆棉就是这一款棉森的。其实我也用它了好几年了。我在买它的时候呢，其实是属于碰运气碰到的。我当时就是属于在淘宝上随便去搜这种化妆棉，然后看整体的反馈比较好的，然后我就买下来，非常的绵软，而且吸水性也很好，并且不会有那种掉屑的情况。因为有些卸妆棉它在用的时候脸上就会掉那种小棉屑，就其实挺不好的。那么我平时在卸妆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会单一的使用这种卸妆水，因为我觉得卸妆水它都是需要配合到化妆棉来使用的。但是因为化妆棉就算它再绵软，它都会跟我们的皮肤有那种摩擦的作用嘛，其实它都多少会有一定的去死皮的一些作用。如果我每天去使用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破坏我的皮肤屏障，所以我平时会配合着卸妆油来使用的。那么我在2019年上半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瓶Tatcha，它是我使用下来觉得整体的使用感最好的，而且它的那个油就属于你挤出来非常绵密的一种油的质地，其实我说不上来，就感觉它那个分子很细小。我抹在脸上之后呢，就感觉它能很快的推开，并且很柔软的附着在我的皮肤上。那么我在揉搓的时候呢，也感觉能够很快的进入我的毛孔，把脏东西带出来。如果说我没有用到下一个产品的话，我肯定就直接推荐Tatcha了。但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就试到了另外一款卸妆油，就是现在的这一款曼秀雷敦的肌研的卸妆油。我买它的原因，其实因为我在去年的一整年中，我尝试到了非常多平价又好用的产品，那么我就感觉有点刺激我的这个更多的去尝试一些平价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吧。所以在化妆油的部分呢，我就又尝试了更多的产品，然后用下来觉得曼秀雷敦的这一瓶真的非常的惊喜。它整体油的那个质地和Tatcha的质地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卖这种替代装，就这种袋子装的，用完之后呢，你就直接把它挤到里面就好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对而言比较便宜，你就不需要再花多余的钱去买这个瓶子，而且也比较环保一点嘛。那么我2019年用到的最好用的这些护肤品就已经放在这个盒子里了。在2019年里面，我整个护肤的观念就彻底的改变了，现在已经基本上趋向于是一个极简护肤的一个步骤了。那么在这里我就不仔细的跟大家讲，因为在11月的那个爱用品合集的那个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那直接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年总结下来用过的最好用的一些护肤品，会根据我的一个护肤步骤来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讲。我在洗完脸之后呢，我第一个会上的就是眼霜。我在去年一整年当中用到的最好用的眼霜就是这一罐科颜氏的牛油果眼霜，它是完全符合我对眼霜的所有要求的。比如说一定要足够的保湿，
并且足够的温和，不会导致我眼周的皮肤有敏感的问题，因为我眼周的皮肤其实还挺敏感的。但是我发现它有一个问题，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应该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就特别的干嘛，那么那个时候就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会涂厚厚的一层在眼睛的周围，就觉得可以安心的睡去。但是我在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眼睛的眼周下面的这个地方开始长了一颗脂肪粒，我就觉得可能是我用的太多了，我就把用量减少下来，它就慢慢的那个脂肪粒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在用这款眼霜的时候，用量一定要矜持。然后好了，这就是眼霜。那么我平时在上完眼霜之后呢，我就会直接开始上面霜了。那么我在去年一整年当中用到最好用的面霜就是这一款 CeraVe 的保湿霜。其实它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只是面霜了，是属于我从脚趾头然后用到脸上的一款产品。那么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既能够保湿，但是又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情况。因为我之前有用过那种保湿霜是，它可能吸收的非常快，但是它的保湿的效果非常的短，可能我睡一觉起来我就觉得非常的痒。要不然就是它足够的保湿，但是呢它就是黏糊糊的在身上，就感觉在身上黏糊糊的，我晚上去睡觉都可能会有点黏我的床单那种情况，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它是我用下来觉得完全没有这类问题的。而且我把它当做面霜使用之后呢，我刚开始有个担心的问题是，我白天用的时候，因为马上会上妆嘛，可能会有那种推不开的情况呀，然后可能会有卡粉的情况，但是它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皮肤真的非常的干，那么我在用它的时候，我的一些四肢特别干的地方还是会出现痒的问题，比如说我大腿的外侧的这个位置会有点痒，然后手肘的这个地方我也会觉得痒，还有我的下颚的这个地方也是会觉得痒的。然后后来我在逛街的时候就发现 CeraVe 它有一个专门出的这种止痒的一个保湿霜，它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1%的一个止痒的成分。那么我会专门的再把它涂在这些比较痒的地方，涂了它之后呢，我的皮肤就是 all set， 完全没有任何的痒的情况出现了。然后我在上完了面霜之后呢，我就是会直接开始上唇膏了，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唇膏我是用的这个凡士林，那么凡士林在过去的1年中肯定也非常火嘛，主要因为它的用途真的非常的广泛，再加上它因为是100%的矿脂，所以他们并没有在里面加香精或者其他的你其实并不需要的一些化学成分。然后这就是我全部的一个护肤的步骤。那么其实这个护肤步骤我在之前的那个爱用品的视频里面和大家讲过了嘛，但是在看了那支视频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他有跟着我的这个步骤来做，然后他就有跟我私信说他还是觉得没有那么的有安全感，因为完全不用任何的精华。其实我平时是会用到一点点的精华，但是是在我有特定的需求的。然后我现在手里的精华主要是有这3种。那么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是我在平时如果我熬了很深的夜，我很担心我第2天皮肤会暗沉的时候会用。然后第二个这个是 Cido 的一个红腰子精华呢，主要就是去红，平时我的鼻翼和脸颊地方如果有点敏感泛红的话呢，我就会用这一款精华。然后另外一个是娇韵诗的一个双效保湿精华，主要就是为了保湿嘛。那么这3款精华其实我平时用的次数是非常少的，我1周只会用1到2次，就是我真的非常需要的时候我才会用一点点。然后好了，这些就是我整体的一个护肤的步骤和我2019年用到的非常好用的一些护肤品。我们直接进入护发阶段。那么关于护发的产品呢，主要是我手里的这3款。先讲洗发水365的一个品牌，它主要的呢是因为它是无香精的。因为我其实去年一整年中我的一个护肤观念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现在完全不买有香精的产品了，就除非有一些是我以前的囤货，那么我现在要慢慢的把它消耗掉嘛，只要我把它一用完，我就会立马替换成这种无香精的产品，包括是我们的这种护发的洗发水。那么这一瓶是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用的，但因为它是我唯一买过的一个无香精的洗发水，所以我并没有其他的品牌的对比，只是我用下来觉得它非常的好用，然后我也完全没有觉得有任何的槽点，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讲。那么因为它是一个超市品牌嘛，所以可能国内的朋友不太好买，就可以直接在网上去搜无香精洗发水，重点就是一定要无香精，因为其实香精这一类的一个成分，它放到我们的无论是护肤啊或者洗护类的产品里面，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好闻而
而已，就让你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一种那种香香的感觉，把香味带来到一个幸福感。但其实香精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是会导致你的皮肤有例如长痘，或者说种种其他的一些应激反应的。所以当你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都并不知道导致你这些问题出现的元凶是你平时在用的这些产品里面的香精。那么大家会发现，其实我并没有推荐护发素，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完全不用护发素了。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不用护发素呢？是因为我之前看 Dr. Dre 的视频，然后他是讲了他不用护发素，那么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不用，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查了很多的文章，然后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显示出来的说的是，其实护发素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头发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它唯一的一个效果呢，就是像所有的这些产品的广告词一样，它可能会给你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会让你的头发感觉到更加的柔顺，然后感觉更加的有光泽。但其实相对长期来说，它并没有一个保养你头发的效果，反而会伤害你的头发，而且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导致脱发的问题。这是我看的一些文章写下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不能仔细的跟大家讲嘛，然后我就会把那些我看的文章的链接放在下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平时在保养头发的时候呢，是我误打误撞的时候发现的一款产品。其实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不是把头发一下子剪短了嘛，就感觉我觉得女生都是那种吧，就长头发的时候想把头发剪短，然后一剪短就有点后悔，然后又想把头发留出来，就感觉成天就是瞎折腾。反正我不折腾我也不知道我不喜欢短头发呀，我就把头发剪短之后，我就想让我的头发长得快一点长长嘛，我就在网上去搜这种非常天然的那种长头发的成分，我就发现了这种叫 castor oil， 中文呢是叫蓖麻油的一种天然的油。那么这个蓖麻油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帮助你的头发生长。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在亚马逊上买的嘛，我就看了那个 review， 就很多的人他头发是属于那种真的秃顶的很厉害的，然后你真的是可以看到效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我用下来的感受是，真的头发长得就要比平时要长得快一点。我现在也开始在用到我的眉毛跟睫毛上面，我之后如果看到有效果的话，我再跟大家反馈。但是这个蓖麻油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它跟我们平时使用的发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发油是属于那种你在洗完头发之后，你抹了之后，它就会立马的吸收进去，并不会让你的头发变得很油嘛。但是这个油，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油，它真的会让你的头发变得非常非常的油腻，所以你是不能够让它当做一个护发油来使用的，而是你平时在晚上睡觉之前抹在头发上，然后让它就待在那里，然后你就直接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要把它洗干净的。然后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是这种叫 Heat Serum 的一个护发油，它其实主要是在你夹头发之前使用的一个隔热油。我当时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头发真的本来就是沙发，然后很干燥的自然卷，所以我平时在洗完头之后呢，我是一定要用夹板把头发夹直的，要不然我的头发就会像金毛狮王一样那种膨胀。那么我就觉得我在夹头发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头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嘛。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在剪头发的时候呢，我就问了理发师，理发师就跟我推荐了这种隔热油，你在夹头发之前呢抹在头发上，它能够降低90%的高温对我们头发的伤害，所以我用下来是觉得非常好的。然后我在夹头发之后呢，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的头发就立马变得干枯，因为我的头发是以前我洗完头吹干之后一夹，我的头发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干燥和干枯了，但是用了这个油之后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这就是我在去年1年中用到的非常好用的一些护发产品。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在去年的一整年当中我吃到的一些觉得最好吃或者最好用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桃胶雪燕皂角米的，觉得叫甜品还是叫饮品的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桃胶雪燕皂角米，我其实是完全把它当做一个甜品来吃的，就是属于我平时真的嘴巴非常非常的馋，真的太想吃甜品的时候，我就会在家里给自己做。因为其实在外面去吃甜品的话，真的你无法控制你摄入的糖量嘛。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桃胶雪燕皂
皂角米的话呢，商家的一个广告都是说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呀，然后可以养颜。其实我自己查下来是完全没有这类的功效的，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植物性的膳食纤维，它并不能够达到帮助你补充什么胶原蛋白的种种的这类的功效，只是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然后就可以帮我们降血糖呀、降血压这一点点的一些功效。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凉性的物质，那么我们在月经来的时候，或者说本来身体就比较寒，或者说你现在怀孕的女生的话，就千万不要碰，因为它真的就是会让你的体比较寒。体比较寒是什么东西？体比较寒，大家应该懂了。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个，我去年一整年当中吃到的非常有用的一个，就是这种维他命 C 的一个补充的冲剂。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买的是那种泡腾片，就咕嘟咕嘟的，就特别可爱嘛。然后后来我们买的时候呢，就买错了，就后来就买成这种袋装的冲剂。那么吃这种维他命 C 的一个补充剂，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在平时这种流感比较多发的时期，我早上起来都是会泡一包的。那么第三个我在去年吃到的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属于这种益生菌的一个胶囊的补剂。那么我之所以开始吃它，是因为我在前段时间就相对而言比较焦虑，然后开始有那种失眠的情况，是真的非常难受的，真的失眠可以摧毁一个人。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去吃这种益生菌的补剂，其实它有一个迂回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感觉到比较开心。那么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相对而言比较复杂，我会把我查的一些资料和视频的链接放到下方的信息栏里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那么我在这里呢，就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主要就是其实平时我们感觉到不开心，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让我们感觉到开心的一个物质血清素的一个分泌受到了阻碍。那么我们身体里90%的血清素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来生成的。那么保证我们肠道正常运作的物质就是益生菌。那么我们平时用的一些护肤品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吃的一些撒了农药的一些水果或者蔬菜，吃到我们肚子里，其实都是会杀死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肠道就会变得不健康，也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受到了阻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立马的感觉到不开心，或者说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不太好去控制，就会很容易钻牛角尖那种嘛。然后我自己吃下来了之后呢，是发现我自己的感觉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善，而且你并不能够说它有什么巨大的飞跃，那么只能说是我在开始吃这个益生菌之后呢，我整体的情绪非常的平稳，就很难有以前那种忽上忽下，然后突然间变得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而且我现在失眠的问题也几乎都改善了，除非是那种真的有非常焦躁的事情发生，我可能还是偶尔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失眠的问题，但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钻牛角尖的感觉了。但是前提是，如果你真的有这类问题的朋友，你再去查资料，然后去看你有没有需要就是到这种益生菌的补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朋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跳过，千万不要多余的吃这些补剂。我觉得所有的好的东西吧，吃的太多了，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坏处的。那么这些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我在2019年里面的吃到的或者用到的一些爱用品。还是希望大家在买这些单品之前，或者说去买任何的东西之前吧，大家都一定要非常清楚你在使用或者吃什么东西，尤其是吃在肚子里面的东西是一定要谨慎的，都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的去了解了之后再购买，然后配合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